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局讲故事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愿您身无病恙春常在，福寿双全比南山，年年康健胜从前。请您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博主，这对我非常重要，谢谢。我叫梁德山，今年62岁，家住在一个小县城里。年轻时我在县里的供销社上班，后来供销社改制，我和老伴孙桂枝用积蓄开了个小卖部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如今我已经退休，每个月拿着2000多块的退休金，老伴则在家操持家务。日子虽算不上富裕，但也能过得去。我和老伴一共养育了2个孩子，大儿子梁建军今年35岁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，后来成家立业，基本上很少回老家。小女儿梁艳红比儿子小3岁，嫁到了邻县，偶尔还会回来看看我们。按理说，儿子成家后，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该享享清福，可现实却并非如此。儿媳郭秀玲是个外地姑娘，比儿子小2岁，长得秀气，性格却有些强势。当初2人谈恋爱时，我和老伴并没有太多意见，毕竟孩子们的婚事，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。但婚前的彩礼和婚房问题，却让我和老伴吃了不少苦头。郭秀玲的娘家条件一般，但她父母的要求却不低，彩礼要了18万，还要求婚前必须买房，房子必须写上她的名字。这对我们家来说，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可儿子一心想娶她，我们也只好咬牙答应。东拼西凑借了不少钱，才勉强把婚事办了下来。本以为婚后日子会慢慢好起来，谁知婚后没多久，儿媳就先斩后奏，把孙子的姓改了。这件事成了我心里永远的刺。儿媳生孩子那年，我们老2口高兴得不得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梁家的孙子。可等孩子出生后，我们却发现孩子的姓氏不是梁，而是随了儿媳的姓郭。这件事我们事先毫不知情，等我们知道时，孩子的出生证明早就办好了，连户口都上了他娘家的姓。我当时气得不行，找儿子理论，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。可儿子却支支吾吾地说，他家就他一个女儿，爸爸妈妈坚持让孩子随他们家姓，我拗不过他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都凉了。我们梁家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人，凭什么孙子要随媳妇的姓？我们梁家这几十年的根就这么断了吗？更何况儿媳进门时，我们家该出的礼数一样不少，彩礼给了，房子买了，凭什么孩子的姓不能跟我们家？但儿媳的态度十分坚定，还说姓氏只是个符号，没必要那么在意。可她嘴上说得轻巧，真要没必要，她会坚持让孩子随她姓。那次之后，我和老伴就对儿媳心寒了。虽说日子还得过，但心里总是堵得慌。我们不想跟儿子闹翻，只能忍着，但我们的心里始终有一口气咽不下去。自从孙子随了儿媳的姓，我和老伴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儿子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而儿媳的态度更是强势的，让人无话可说。我们老2口也只能逼自己看开点，毕竟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可有些事情，哪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？孙子出生后，儿媳的娘家人倒是挺勤快，3天2头就往我们家跑，嘴上说是来看孩子，实际上却是来指手画脚的。他们一家人对孩子的事情事无巨细的安排，甚至连孩子的饮食穿衣、学什么兴趣班都得他们说了算。有一次，孙子才刚满1岁，儿媳的母亲就提出要把孩子接到他们家住一段时间，说是让孩子多亲近外公外婆。我一听就不乐意了，
孙子本来就随他们的姓，现在还要带回去住，这哪有道理？”可儿媳却一脸不耐烦地说：“爸，孩子是我生的，我当然有权决定他的成长环境。”我气得不行，想反驳，却被老伴拦住了。他悄悄拽了拽我的袖子，低声劝道：“算了，别吵了，吵了也没用。孩子毕竟是他们的，我们再怎么生气，能改变什么？”我知道老伴说的对，可心里还是堵得慌。这事情要是搁在以前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把老人的意见放在眼里。我们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，结果却连孙子的姓都做不了主，想想就心寒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几年，孙子渐渐长大，而我和老伴对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尽管心里有疙瘩，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，哪能不疼？每次他回家，我和老伴都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，带他去公园玩，给他买玩具。可每次临走时，儿媳总是冷冷地提醒：“爸妈，少给孩子吃这些零食，别把他宠坏了。”每次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都不是滋味。可我们老两口脾气好，也不愿意跟他计较，只能强忍着心里的不满。直到拆迁款的事情发生，一切矛盾终于爆发了。我们住的小县城这几年发展得快，老城区拆迁，我们家也在拆迁范围之内。政府给了一笔100万的拆迁补偿款，加上安排的新房，算下来条件还算不错。我和老伴想着这笔钱留着养老，日后万一生病住院也能有个保障。可这笔钱刚到账没几天，儿媳就打电话过来了：“爸，听说你们的拆迁款下来了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，但我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对劲。“刚到账。”我淡淡的回答。“那你们打算怎么分配呀？”她话里的意思很明显。我皱了皱眉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们不用操心，这笔钱是我和你妈的养老钱，留着以后用。”“爸，你这就见外了。”儿媳笑了笑说：“我们是一家人，钱当然要一起规划嘛。再说了，建军现在工作也不太稳定，我们家孩子以后上学买房都要用钱。您和妈现在年纪大了，钱放在你们手里也用不了多少，不如先拿出来帮帮我们。”我冷笑了一下，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秀玲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孙子姓什么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随即儿媳的声音变得有些不耐烦：“爸，怎么又提这个问题？姓什么重要吗？他是你孙子，这点不会变。既然姓氏不重要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随你姓？”我反问。儿媳哑口无言，过了好半天才讪讪地说：“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”我冷笑了一声：“我告诉你，既然孩子姓郭，那他就跟你们家姓郭的人去要钱吧。我梁家这点家底留给姓张的人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气得手都在发抖。儿子后来也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了一大堆好话，甚至还劝我别那么封建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不是封建不封建的问题，而是原则问题。我们老两口省吃俭用了一辈子，供儿子读书，给他买房，操心他结婚，甚至连孙子的姓都没争过。可到头来，我们却成了他们眼里可以随意索取的对象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从那天起，我和老伴就做了决定，这笔拆迁款我们自己留着养老，哪怕以后真要花，也只会花在女儿身上。毕竟在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时候，真正把我们当家人的还是女儿。拆迁款的事情之后，儿媳对我们的态度冷淡了很多，儿子也不像以前那样常常打电话回家了，孙子也很少带回来。我们老两口虽然难受，但早已看透了一切。老伴常叹气说：“哎，当初真不该这么惯着他们。”
我拍拍他的手，苦笑道：“算了，咱们也别想太多了，钱在自己手里，心里才踏实。”后来我们把一部分钱存了起来，另一部分则给女儿买了一份保险。女儿知道后还责怪我们：“爸妈，你们这钱自己留着用，我和老公都有工作，不缺钱。”可我们知道，女儿是真心对我们好的，所以才愿意为她多考虑一点。至于儿子那边，我也不是完全无情，如果他真遇到困难，作为父母，我们还是会帮一把。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儿媳的无理要求，那我们宁愿把钱留着买药，也不会再让步了。有些事情错了一次可以原谅，可错了一次又一次，那就不能再迁就了。亲情也是相互的，只有心里装着彼此，才能走得长远。至于孙子，虽然他随了母姓，但他依旧是我的孙子。如果他长大后愿意来看我们，我们依然会疼他。如果他被教成了一个对祖父母没有感情的孩子，那我们也只能接受现实。生活就像一盘棋，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进步。如今我们不再纠结孩子的姓氏，也不再为那些不值得的人操心，只希望自己能安享晚年，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。这世上钱可以再赚，房子可以再买，但人心一旦凉了，就再也暖不回来了。接下来，请听下一个故事。我从未想过，人这一辈子最深的伤痛，竟会来自最亲近的人。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，空调发出令人心烦的嗡嗡声，窗外的蝉鸣更是吵得人心燥。我刚准备起身去倒杯水，电话突然响了。妈，今晚公司有个重要项目，我和吴丽不回去吃饭了。电话那头，李强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。好，你们工作要紧。我轻声应着，家里还有点我熬的莲子汤，等你们回来。不用了，妈，您早点休息吧。李强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我愣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话筒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25年前那个同样孤独的下午。周刚因疲劳驾驶出车祸的消息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燥热的天气传来的。那时我才28岁，李强刚满3岁。我记得自己绝望地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，两眼发直地望着手术室的红灯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。丈夫因疲劳驾驶被大货车撞上，医生匆匆将他推进手术室时，只留下一句尽力抢救。我双手紧紧握着婆婆冰凉的手，她全身颤抖着，不停喃喃自语：“一定要救回来，她还那么年轻啊。”我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，只觉得心如刀割。手术室的灯熄灭后，医生沉重地摘下口罩，摇头的动作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。婆婆顿时失控地扑倒在地，捂着心口哭到几乎窒息。我慌乱地喊医生过来抢救她，但婆婆最终被确诊为心脏病发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她像枯萎的花一样日渐憔悴，甚至连孙子都不愿再抱一抱。终于在1个月后，一个阴沉的清晨，她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我跪在她床前，握着她瘦骨嶙峋的手，嚎啕大哭，直到泪水都流干了。生命就是这样，总在你最措手不及的时候，给你最沉重的打击。失去丈夫和婆婆后，我像变了一个人，整天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。白天在纺织厂上班，缝纫机的嗡嗡声混杂着工友们的聊天，我总是埋头干活，几乎不参与任何闲谈。晚上回家后，匆匆吃过晚饭，就坐到桌前接一些编辑的活计。那时候电脑都没有普及，我用的是2手打字机，每天机械地敲打稿子，一份稿子往往要一遍遍修改到深夜。李强总是乖巧地趴在小桌旁写作业，偶尔他会放下笔，小声问我：“妈，
你是不是太累了？”我却总是揉揉她的头，笑着说：“不累，为了你再苦也值得。”其实苦不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那些年凌晨2、3点还在台灯下伏案工作时，眼睛因为疲劳常常红得像兔子，脑子里却从来没敢生出过停下的念头。有一次我实在太困，趴在桌上睡着了，醒来时发现李强在一旁偷偷给我盖了件薄薄的毛毯。他看我醒了，赶紧低头假装继续写作业。我心里一阵酸楚，看着他还稚嫩的脸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咬牙挺过去。时间过得飞快，李强从小学升到了初中，再从初中升到高中。每一次考试，他都名列前茅。高3那年，他甚至主动减少了零花钱开销，说家里负担重，他想帮我减轻一点压力。我听了这话，眼眶一热，却强忍着没有哭，只是摸着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好好学习就行，其他的你别操心。”高考前一晚，他在屋里认真复习到很晚。我偷偷在灶台前熬了他最爱喝的银耳莲子汤，端过去时，他一脸意外地接过碗说：“妈，明天考完，我一定给你争口气。”我笑着点头，心里默默祈祷，哪怕付出再多，只希望他能考个好成绩。等到高考成绩公布那天，他一脸兴奋地跑回家，手里紧紧攥着成绩单，语气激动的都有些颤抖：“妈，我考上清华了，全市第3名。”我一时愣住，接过成绩单的手都在抖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却又舍不得哭出声，生怕吓着他。那天晚上，我破天荒买了一瓶二锅头，对着周刚的遗照喝了一杯。举杯时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我哽咽着说：“周刚，你看见了吗？咱们的儿子考上清华了。”大学毕业后，李强进了一家知名企业，很快就当上了项目主管。这时他带回了女朋友吴丽，说已经有了孩子。我二话不说，把这些年的积蓄全掏了出来，又抵押了房子，给儿子付了婚房首付。妈，这太多了，我自己能行。李强有些不安。傻孩子，妈这辈子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不为你花，还能为谁花？我笑着把房产证塞进儿子手里。再说了，等你们结婚，我就搬过去和你们住，还能帮你们带孩子呢。婚礼那天，我穿上了唯一一件旗袍，头发也特意去理了个发。我知道自己老了，但还是想在儿媳妇面前展现最好的一面。吴丽确实是个标致的姑娘，举手投足间带着大城市姑娘特有的优雅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。吴丽挽着我的手，甜甜地说。我高兴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句承诺的保质期还没有一罐酸奶来得长。轩轩出生后，我几乎住在了儿子家，起早贪黑的照顾孩子，连自己的退休金都主动转给儿子，说是要帮他们减轻负担。邻居们劝我，你也该为自己留点钱。我总是说，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要钱做什么？能帮上他们，我就知足了。命运似乎总有种捉弄人的幽默感。那天下午，我刚和李强通完电话，也许是儿子操作不当，电话并未挂断。突然我听见儿媳的声音传来：“又是你妈？你怎么出来了？”一阵唏嘘声中伴随着儿子的声音。可就在这时，儿媳的一句话让我愣住了：“你能不能和他说清楚？我真受不了她整天守在家里的样子。你看看我同事家的婆婆，多懂事，从来不来打扰儿子儿媳的生活。可是吴丽，我妈她一个人。一个人怎么了？她那么能干，不是有退休金吗？再说了，她把钱给我们也是她自愿的，又不是我们强迫她。”吴丽冷笑一声，倒是现在
整天在家里指手画脚的，连我怎么带孩子都要管。你也知道他是一片好意。好意？吴丽提高了声调。你知道同事们怎么说吗？说我们占老太太的便宜，说我们不要脸，连老人的退休金都要。你知道我多没面子吗？我的手开始颤抖，话筒几乎要从手中滑落。再说了，你工资那么高，用得着他那2万块钱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必须和他说清楚，要么他搬出去自己住，要么就别再给钱。这样显得我们多缺德呀！吴丽，你别这样。我怎样了？吴丽的声音更尖锐了。你是不是忘了结婚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说好了不让你妈干涉我们的生活，现在倒好，她成了这个家的太上皇。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手指颤抖着按下挂机键。客厅里突然安静得可怕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。我慢慢滑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泪水终于决堤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刻意减少去儿子家的次数。每次想打电话问候，手指在号码键上徘徊许久，最终还是放下。我强迫自己接受现实，可心里的伤口却在不断的化脓。1个月后的周末，李强一家难得来看我。我早早就开始准备，做了一桌子菜。可席间的气氛异常沉闷，吴丽还是那副笑脸，只是我再也看不出那笑容里的真假。妈，这段时间您怎么都不去看轩轩了？李强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自然。我放下筷子，深吸一口气，我想通了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这个老太太确实不该总是打扰。妈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李强欲言又止。李强，妈都明白。我看着儿子的眼睛，声音平静的近乎冷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工资那么高，不差我那点退休金。至于轩轩，你们想带他来看我时，再来就是。饭桌上一时陷入死寂，吴丽低着头扒饭，李强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去银行取消了自动转账。走出银行的那一刻，我的脸上没有释然，只有深深的疲惫。回家路上，路过一家琴行，听见里面传来《梁祝》的旋律，这是我最爱的曲子。周刚活着的时候，常带我去听音乐会。突然，我停下脚步，推门走了进去。阿姨，想学什么乐器？年轻的店员热情地问。二胡，我说，我年轻时就想学，一直没机会。就这样，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起点。每天去琴行报到，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练习。刚开始拉出的声音难听得要命，可我丝毫不觉得难为情。渐渐的，我又报名参加了太极班，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转眼半年过去，李强偶尔会带着轩轩来看我，每次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却总是欲言又止。我也不说破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外孙，眼里是化不开的温柔。这天，我在收拾房间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周刚的遗物，还有我们年轻时的合影。照片上，我们在樱花纷飞的小径上相视而笑，幸福的那样纯粹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我擦了擦眼泪去开门，发现是李强一个人站在门口。妈，李强的眼圈有些发红。我侧身让他进来，感觉手微微颤抖。妈，我都知道了，那天的电话。李强低着头，声音哽咽，对不起，我不该。不用说对不起。我打断了他，妈，这些年总觉得你是我唯一的依靠，所以处处想要掌控你的生活。现在想想，这对你们都不公平。可是，妈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我望着窗外的落日，声音温柔而坚定。
总要学着放手。就像当年你爸放手，让我独自面对生活一样，现在我也该放手，让你过自己的人生了。夕阳的余晖洒满房间，我们母子相对而坐，谁都没再说话。有些感情不需要言语，有些领悟只有经历过才能明白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爱一个人不是把他绑在身边，而是给他自由的翅膀。我开始真正为自己而活，每天练琴、跳舞、旅游，过得比从前还要充实。而李强在经历这次事件后，似乎也有了成长。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事事依赖我，但每个月总会抽时间陪我散步，听我拉二胡。有时吴丽也会带着轩轩来，虽然话不多，但眼神里的尴尬少了，多了几分真诚。昨天我又在公园里拉二胡，夕阳下，我闭着眼睛认真地拉着《梁祝》，琴声悠扬婉转，像是在诉说，又像是在释怀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永远不受伤害，而是在伤痛后依然能够优雅地活着。第3个故事，下面再为大家分享个让人心寒又深思的故事。儿子把我关在阳台，扬言要是我不给他吃零食、看电视，就要我的命。我挣扎着拍打阳台门，让婆婆放我出来，却看见婆婆拿着糖递给儿子，夸道：“我们陈虎就是聪明，教训外姓人就是要狠。”婆婆恶狠狠地看向我说：“不过是个赔钱货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”儿子趴在婆婆怀里拍手叫好，大喊：“坏妈妈，坏妈妈不给我糖吃，你就去死！”后来我看着儿子因为拿不到钱，狠狠扇婆婆巴掌，婆婆哭着求我的时候，我只是夸赞儿子：“我们陈虎真棒。”我从阳台出来，已经接近虚脱，乘着自己的意识走到餐桌，准备倒杯水的时候，手还没碰到水壶，就被一个迎面而来的篮球直直砸在了水壶上，水壶碎了一地，凉白开洒满了客厅。我听见儿子狂笑：“让你不给我吃糖，让你不给我看电视。奶奶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坏人。”儿子看着我狼狈的样子，露出一抹得意的表情：“你要是想喝水，就学旺财啊！”儿子指着我们家养的小金毛，让我学狗在地上舔水的样子，彻底激怒了我。我忍了一个下午的脾气，在这一刻接近暴走边缘，冲到陈虎面前就要扇他耳光，却被婆婆推了个趔趄，摔在了地上。玻璃碎片刺入我皮肤，疼得我浑身发颤。我抬起头，对上了婆婆恶狠狠的视线，还想打我们陈虎。你个该死的赔钱货，是不想活了吗？我看着婆婆这张恶毒的脸，想起婆婆教我儿子教训我，把我关在阳台，还和我儿子像看傻猴一样欣赏我的狼狈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忍着浑身刺痛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就要冲向他，却被突然的开门声打断。老公陈勇站在门口，看着满屋子狼藉，眉眼闪过不耐烦，就问：“这咋了？怎么就搞成这样？”陈勇指着满地碎玻璃就说：“我上了一整天的班回来，你们就不能安生点？非要把家里闹得乌烟瘴气就满意？”不等陈勇说完，婆婆拉着陈虎就开始恶人先告状：“你都不知道这个赔钱货要打你儿子。”婆婆指着陈虎肥硕的脸就说：“就因为陈虎想吃糖，你老婆就不愿意，非要让陈虎不许吃。陈虎就闹了一下脾气，他就要打陈虎。我气不过，就和他讲道理，结果你也看见了。”婆婆指着满地狼藉，还有满屋子的水渍和玻璃碎片，你老婆连我也想打。我看我和陈虎是待不下去了，我还是带陈虎回乡下吧。你这城里老婆，就从没有看得起我这个乡下老婆子，每次都拿城里那一套来压制我，我受不了了。
你别拦着我，明天就带走陈虎。婆婆演技如火纯青，陈虎这半年跟着她也学了几分姿态。见婆婆在陈勇面前装可怜，就也跟着嚎啕大哭了起来。爸爸，我不要妈妈，我怕妈妈。呜，我要奶奶，我就要奶奶。祖孙俩一唱一和，很快就给我定罪。不问缘由的陈勇果然相信了自己亲妈和亲儿子，马上帮着婆婆和陈虎，就开始朝着我吼：孙晓霞，我真没想到你已经恶毒到了这种地步。你要是容不下我妈，你就直说，莫必要这样针对我们吗？我看着陈勇的脸，分明还是我熟悉的样子，却因为他的语气让我陌生到了极点。胸口像是塞满了湿棉花，让我几乎要喘不过气。儿啊，你现在就给我买票，让我走吧，我真的待不下去了。婆婆哽咽出声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你老婆总是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。我知道自己乡下来的，比不上城里人，可我也有自尊啊。婆婆拿出杀手锏，眼泪一掉，陈勇就马上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，指着我就吼，还不赶紧和我妈道歉。陈勇声音很重，震在我心上，连同我们那点情分也一起给震碎了。我看着陈勇，只觉得可笑。我嫁给他多年，为他拼死生下儿子，放弃了高薪工作，全职在家，就为了养好孩子。如今我被陈虎和婆婆联手对付，她连缘由都不问，只听婆婆和陈虎一面之词，就给我判了死刑。我喉咙发干，被暴晒了一个下午，到现在我嗓子发哑，像是被刀片滚过。手稍微动一下，嵌入皮肉的碎玻璃就疼得我咬紧牙关。我已经狼狈成这样，可陈勇看不见，他只看见儿子在哭，婆婆在告状，说自己过得多惨，我有多针对，我错得有多离谱。心口传来一阵阵刺痛，疼痛得让我几乎要喘不过气。陈勇却见我无动于衷，拽着我手腕就说：孙晓霞，我妈养大我不容易，你能不能就当为了我？我手腕被他拽着，手掌上鲜血淋漓的伤口落入他眼里。他声音停住，看着我手上伤口，放缓了声音问我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能是怎么回事？巨大的委屈涌上心头，我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。陈勇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，在我和你妈之间，你会无条件选择我？是不是你说的，你妈永远不会干涉我管陈虎？是不是你说你永远不会让我受委屈？当时求婚，陈勇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，说一辈子不会让我受委屈，不会让我哭，更是当着我爸妈的面，保证永远会把我放在第一位。我陈勇一生都会把孙晓霞当作第一，哪怕是我妈，也不能把她比下去。让孙晓霞幸福，是我一辈子要为之努力的事情。不过几年，陈勇就已经忘了当初誓言。在岁月流逝中，他心中天秤早就偏向婆婆。我用力甩开陈勇的手，哭得崩溃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妈一样会装可怜，会人前一套背后一套。我从没在陈勇面前这样崩溃过，他明显愣住。我又没有怪你。陈勇放缓了语气，我只是说，那是我妈，我妈养大我不容易，希望你看在我面子上，多包容包容。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我们还能看几年呢？每次我和婆婆产生矛盾，她就让我多体谅她作为儿子的不容易。从陈虎出生，婆婆强硬要求给孩子取名叫陈虎，我说我不愿意，到后来服软，再到后来婆婆假借着腰伤，哭着和陈勇说，想来我们这里小住半月，到现在已经整整半年，我全都忍了。如今我看着婆婆得意洋洋的嘴脸，坚决不忍了。我要她回老家，我要她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陈勇，我歇斯底里的大吼，要么你送走你妈，
要么我们就离婚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被关在阳台暴晒，看着婆婆教坏我儿子。女人就是要管教，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瞧见没？你妈妈欺负你，关她就老实了。我儿子学了婆婆10乘10的刻薄和尖酸，对我说：“坏女人，你要不顺着我，我就会打死你。”我听着儿子的话，已经做出了答案。我和婆婆只能有一个，只是陈勇还没开口，婆婆已经哭哭啼啼起来：“儿啊，你别为难了。”婆婆擦了擦眼泪：“是我老太婆不好，是我不该在这里，不该妄想和你还有孙子度过晚年。我走就是了，你们别为我的事吵架了。”婆婆哭得可怜，让陈勇心完全偏移。他看着我问：“孙晓霞，你是不是非要逼我做选择？”陈勇喊住婆婆：“妈，你别走。”他走到婆婆面前，拦住婆婆，然后冲我吼：“孙晓霞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既然这样，他像是做出痛苦决定，补了一句：“我们离婚。”行啊，离婚。我盯着陈勇，冷笑一声：“既然要离婚，就带着你妈滚出我家。你凭什么让我们走？”婆婆突然尖叫出声：“这是我儿子家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走？”婆婆拉着陈勇就说：“儿子，让他滚，他这样的赔钱货，出去也没人要。”听着婆婆骂我，陈虎也跟着来了劲：“这是我爸爸的房子，不是你的房子。你是个坏女人，你滚呐，滚！”婆婆和儿子同仇敌忾对付我，反倒是让陈勇有了底气。他抬眼看向我：“孙晓霞，人不要太自私了。连儿子都这样讨厌你，你就真的没问题吗？”他看向我：“只要你认错。”我不等他说完，笑着提醒婆婆和陈虎：“忘了告诉你们了，这套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和陈勇无关。既然要离婚，我指着大门，当然是你们滚出去。”听到这话，婆婆也炸了：“什么你的我的？你人都是我儿子的，你名下的东西就是我儿子的。”我被婆婆这套不要脸的言论给气笑了，看向陈勇：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带着你妈和你儿子滚出我家。”掌心尖锐的疼痛让我激起战栗，我忍着痛意继续说：“不然我就直接报警，告你们故意伤害。毕竟……”我看向客厅监控，家里可是有监控的。我真要告你妈，一告一个准。婆婆不懂法，不代表陈勇不懂。果然，婆婆还要跳起来和我大吵，陈勇已经拦住了她。她冷冷对我说：“孙晓霞，你太狠毒了，你连一个老人家都容不下，你这种人不配为人母，为人妻子。”我懒得再听她废话，反手走到房间，拿起婆婆行李箱就扔了出去：“滚！”眼看着婆婆撸起袖子大骂一句：“反了天了你！”她还没挨着我，就被陈勇拦下。陈勇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，忍着火气对他妈说：“妈，算了。”然后陈勇扔下一句：“孙晓霞，你别后悔。”就走了。陈勇一走，婆婆马上捡起行李箱，拽着陈虎的小手冲我发作：“孙晓霞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这样对付我和陈勇、陈虎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不报应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站在家门口嘲讽出声：管好你自己吧。”然后我砰地摔上门，整个人都舒坦了好多。我简单处理了一下自己伤口，就马上联系了中介，把房子挂出去。以后反手给陈勇发了一张离婚协议，提醒他签字。而陈勇一看见离婚协议，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孙晓霞，我没有非要和你离婚，那天确实是你太过分了。你明知道我妈不容易，她好不容易可以享几年清福，你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容不下？孙晓霞，将心比心。陈勇甚至搬出我爸妈，要是你爸妈住在我们家，
我要赶走他们，你心里会好受吗？”从前每次陈勇搬出这套说辞，总是能把我对得哑口无言。然后他就会告诉我，为人子女都不尽孝，怎么配为人子女？还要和我说，我也是有爸妈的人，难道看着自己爸妈和他吵架，也要为了他一而再、再而三伤害自己父母吗？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让我学会换位思考，学会将心比心。每次我都会被陈勇说的好像是做错事的人，觉得自己真的好像特别过分，就跟着他去和婆婆认错，希望一家人还能和谐相处。如今我已经彻底认清，陈勇不过是迫我为了他的愚孝让位。人可以孝顺，但不能愚孝，不能牺牲别人，去成全自己所谓的那份孝顺。所以当陈勇还在苦口婆心地说着自己多不容易，他妈多不容易的时候，我打断了他：“陈勇。”陈勇愣了一下，我说：“能不能别逼逼叨叨了，赶紧签字。”陈勇彻底炸了，大骂：“孙晓霞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女人！我看你离了我以后能找到个什么样的？”我懒得和他扯皮，看着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心里大好，准备去吃顿大餐，却发现我那前婆婆更新了一条陈虎的视频。视频里，陈虎满嘴是油，坐在酒店沙发上，一手一个大鸡腿，电视里还在放着动画片。婆婆问他：“陈虎啊，你高不高兴？”陈虎翘着二郎腿，嘴里含糊不清：“高兴。”“为什么呀？”“因为没有了那个坏女人。”婆婆笑得花枝乱颤：“谁是坏女人啊？”陈虎一口咬下鸡腿肉，把骨头随意扔在了地毯上：“当然是我妈，她就是个毒妇，她就该死。”婆婆怜爱地摸了摸陈虎的头，夸他真是奶奶的好宝贝。底下全是陈家亲戚的点赞，个个都夸陈虎是个真汉子，更夸婆婆教得好，把婆婆乐坏了。婆婆为了炫耀自己成果，特意给我发了条私信：“孙晓霞，看见没？没了你这个外人，咱们一家人过得好着呢。你还真别把自己当回事，和我争儿子，争孙子，你配吗？”我看着婆婆的话，笑了。陈虎上次体检，医生就说要控制体重，不然按照这个趋势发展，性早熟迟早控制不住，身高也达不到正常标准。还有陈虎视力一直忽上忽下，遗传了陈家近视，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要控制电子产品。如今婆婆为了让陈虎高兴，完全不顾陈虎健康，迟早要遭反噬。但那都不关我的事了，我反手把婆婆一家拉黑。等到了时间，直奔民政局和陈勇再领证。有段时间不见面，陈勇倒是精神焕发。他看见我来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孙晓霞，只要你和我妈道歉，我就既往不咎。”陈勇拿出姿态看我：“你要真和我离婚，可就是二手货了。二手货在市场上什么定位？你不会不明白吧？除了我以外，你还以为你有更好的人选？孙晓霞，你也要看清自己是个什么身份。”跟着陈勇一起来的婆婆更是拿鼻孔看人：“孙晓霞，要不是看在你生了陈虎一场，你还以为我们会给你这个机会？你只要跪下来认错，我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还是我孙子他妈，我儿子他老婆，我儿媳妇。”我听着陈勇和婆婆的惊人发言，震惊之余只觉荒谬至极。陈勇那自以为是的模样，婆婆盛气凌人的架势，都让我愈发笃定离婚是正确选择。我不想再浪费唇舌，对着婆婆径直往民政局里面走去。见陈勇没跟上，我高声喊道：“你能不能快点？”陈勇彻底被我激怒，快步走到我前面，转头对我怒吼：“孙晓霞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”
到时候我可不会再给你机会。”我轻笑一声，瞥了他一眼，脑海中闪过“人不与狗争”这句话，实在没必要和他多做纠缠。领了证出来，婆婆朝着我这边恶狠狠地吐了口水，骂道：“没人要的二手货！我看你离了我儿子能找到什么样的，能过得多好！”我拿着离婚证在她面前晃了晃，说道：“那就不劳你费心了，反正我不会再踏入随地吐痰这种没素质的家庭。”婆婆被我气得脸色涨红，撸起袖子就要冲上来动手。我立刻指着上方的监控，警告道：“你要是敢碰到我，我马上报警，上面可都拍着呢。”陈勇赶忙拉住婆婆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撂下狠话：“孙晓霞，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。”我笑着回应：“那我还得谢谢你呢。”在他们黑沉的脸色中，我浑身轻松地离开了。我给爸妈打去电话，告诉他们我报了一个旅行团，想和他们一起出去散散心。爸妈得知我离婚的消息，心疼不已，特意空出时间陪我踏上旅程。本以为和陈勇一家不会再有交集，可离婚后的第2个月，朋友给我发来一段视频。视频是陈虎幼儿园的画面，只见陈虎把同学的牙齿打碎了1颗，还咬伤了小朋友。小朋友的父母闹到学校，要求陈虎家里给个说法。出面解决的是婆婆，她把陈虎护在身后，手指着对方家长骂道：“被我们陈虎教训，是你们儿子活该。怎么我们陈虎不教训别人，就教训你们家孩子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”陈虎见奶奶撑腰，愈发嚣张，大骂对方女儿是赔钱货，还叫嚷着：“我不过是扒拉他裤子，坐在他身上，我扒拉他裤子是看得起他。我奶奶说了，女人都是赔钱货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女人就该被教训。”陈虎的这番言论很快被人拍了下来。婆婆不但不制止，反而满脸自豪，夸赞陈虎干得漂亮，说陈虎就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她还帮着陈虎对小女孩一家发难：“我们陈虎做的就是对的，你们家赔钱货，指不定就是勾引我们陈虎。”我看着视频里陈虎那副陌生的模样，庆幸自己及时脱离了那个家。朋友担心我会对陈虎心软，赶忙劝道：“还好你离婚了，就他们这一家子，以后不知道还有多少罪等着你遭。像陈虎这样的孩子，多半就被毁了，你可千万别心软，想着去拯救他。”我想起被关在阳台那天，我限制陈虎吃糖和看电视的时间，他一气之下把我锁在阳台，还对着我做鬼脸说：“你就是活该，谁让你总管着我，管我的人都该死。”那时他脸上得逞的笑容，至今让我心寒。在婆婆一次次的纵容下，陈虎已经彻底偏离正轨，再也无法成为我期望中正直的孩子。我对朋友说，在决定离婚以后，我就没想过心软，就当自己没生过这个儿子。朋友听后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又和我聊了几句。突然，我收到陈勇加我微信的请求，他在申请框里质问我：“你居然删了我？”我删了他们一家这么久，陈勇现在才发现。紧接着，他又发来消息：“你快加回来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我没有理会，他便把电话打到我父母那里。爸爸不愿搭理他，直接挂断电话。他又去骚扰妈妈，妈妈不堪其扰，拿着电话来问我怎么办。我冷冷地接过电话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陈勇一听是我的声音，着急地说道：“孙晓霞，陈虎也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？陈虎在家里玩爆竹，把邻居家炸了，邻居现在还在住院，人家一家人找我索赔。你也是陈虎的妈，怎么能置身事外？”原来我把房子挂到中介后，婆婆一家偷偷溜回了我的婚房。
为了哄陈虎开心，他们竟让陈虎在房间里玩爆竹，结果引发火灾，邻居受伤住院。婆婆不但不反思，还哭天喊地，指责对方欺负老人小孩。陈勇在电话里怨声载道：“我都快受不了我妈了，你都不知道陈虎被她带成了什么样子。上次幼儿园的事闹得很大，人家家长联名要求开除陈虎，我还没解决，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。”陈勇唉声叹气，继续抱怨。这还不算完，陈虎因为懒得上厕所，直接尿在水壶里，我和我妈都喝了他的尿。后来他又嫌我妈做饭难吃，怕挨骂，就把碗里的菜全部扔到我妈床上。最后，陈勇说到重点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评选升职机会，好不容易有希望，结果那天领导打电话来，陈虎瞒着我挂了领导电话。领导发来微信，他直接把人骂了一顿，嫌人家吵到他打游戏。领导一气之下，把我的名字从候选人里剔除，我这辈子都没机会升职了。”陈勇痛心疾首地对我说：“孙晓霞，我现在才明白你当时的感受，老人真的不能带孩子。”可曾几何时，我多次提醒陈勇，婆婆对陈虎的纵容和溺爱会害了孩子，她却总是觉得我小题大做，指责我和孩子计较，偏袒婆婆，认为是我容不下婆婆。如今陈勇尝到了苦果，就想起我的好了。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当初闹离婚时，婆婆强烈要求陈虎归他们，还主动提出只要我不争抚养权，就不用出抚养费。婆婆本以为我不会答应，没想到我爽快签字，拎着东西就离开了。我听着陈勇说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冷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提醒他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陈勇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我接着告诉他：“你们未经我允许住进我家，这是犯法的。你还敢给我打电话？陈勇，你信不信我告你擅闯民宅，让你雪上加霜？”不等我说完，陈勇大骂一句疯女人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连忙打电话给中介，说明情况，决定把房子以市场价的70%挂出去，尽快出手，避免再生事端。果然，隔天就有人对房子感兴趣。买家去看房时，婆婆居然还赖在房子里。我如实向买家说明情况，表示只要对方愿意接受，我可以再降低价格，只求尽快和陈勇一家撇清关系。买家爽快答应。成交那天，婆婆得知消息，发疯似的冲到中介公司，大骂：“孙晓霞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儿子赔的底儿掉，你连我们最后的窝也要抢走！”婆婆哭天喊地，故技重施，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啊？可这一次，没人站在她那边，所有人都冷漠地看着她。还是买家走到她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婆婆。”婆婆以为有人撑腰，眼睛一亮。买家接着说：“因果报应，这就是你的报应啊！”婆婆气得脸色铁青，却无可奈何。交易一锤定音，我的房子成功卖出。那天，婆婆和陈勇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东西被清出去。买家后来跟我说，当时他们的表情就像丧家之犬。婆婆还在大骂我不是东西，买家故意砸坏了陈勇好几样东西，看到他们受气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心里别提多解气。我听后觉得可笑，夸赞买家：“姐妹，真棒！”正要开车离开，车前突然被人拦住。我降下车窗，一眼就看到了婆婆。孩儿他妈！婆婆眼眶一红：“你帮帮陈勇吧。”婆婆说陈勇又要赔钱，又丢了工作，如今带着他们住在郊区的平房里，生活十分艰难。陈虎不但不心疼爸爸，还整天逼着陈勇给他买玩具，
零食，稍有不顺心就撒泼打滚。一开始，婆婆还护着陈虎，后来见陈虎把儿子逼得快疯了，气不过打了他一巴掌。本以为陈虎会清醒，没想到陈虎当即从厨房里掏出刀，要捅死婆婆，嘴里还念叨着女人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你就该死。婆婆说起陈虎，眼里满是厌恶，不再有往日的偏爱。你是他亲妈，你不能不管他呀。你难道要看着你儿子被毁了吗？我看着婆婆这张脸，想起曾经劝她不要溺爱孩子，要从小引导，她却指着我破口大骂，说我虐待她孙子，还说孩子小，不会干出什么坏事，是我见不得陈虎好。如今她亲手宠大的小恶魔，枪口对准了她，现在又来求我回去教陈虎做人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我懒得和他多费口舌，正要升上车窗，远远看见一个胖乎乎的小孩冲了过来，正是许久未见的陈虎。他揪住老太太的头发就骂：该死的老太婆，给钱！陈虎已经长成了我完全不认识的样子，眼神里的柔和被戾气替代。见老太太不肯配合，他抬手就扇了婆婆一巴掌，大骂：该死的老太婆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你就去死！婆婆被扇得脸颊通红，却舍不得还手，哭着求陈虎放过自己。耀祖，奶奶真没钱了，奶奶的钱都给爸爸还债，给你擦屁股了呀！婆婆在陈虎面前没了对我时的趾高气昂，变得卑微又可怜。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婆婆对着陈虎哭天喊地。陈虎没有半点动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不甘于扇巴掌，还抬脚踹在婆婆身上，没钱你就去死！当时婆婆教陈虎对付我的那些话，如今全部原封不动地还到了她自己身上。陈虎突然转头看见了我，婆婆也顺势向我求救：孙小霞，他是你亲儿子，你不能不管他，你帮帮我吧，孙小霞，求求你了！婆婆哭得五官扭曲，我抬头对上陈虎审视的目光，没有了当初教训她的想法，而是拿着婆婆当年的话，一字不差地夸奖：我们陈虎真棒！我朝陈虎竖起大拇指，干得漂亮！女人不打怎么来着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陈虎马上像得到了激励，大声说：女人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！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块砖头，狠狠朝着婆婆砸去。还没砸到婆婆，就有路人拦住了陈虎，大骂：你还是不是人，居然殴打老人！陈虎被控制住后开始发狂：你们滚开，我打老太婆关你们屁事！好不容易得到帮助的婆婆，非但不感激路人，反而咒骂别人多管闲事。见陈虎要哭，忙说：我和我孙子的事关你们屁事，滚开！要是伤到我孙子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婆婆的态度激怒了路人，路人扔下一句活该，便不再理会。路人刚走，婆婆就要去看陈虎，却没注意到陈虎眼里闪过的狠厉。她拿起砖头朝着婆婆的后脑勺砸过去，婆婆尖叫一声，陈虎嘿嘿地笑起来：该死的老太婆，还敢让别人欺负我，我打死你！我看着陈虎拿着砖头又朝着婆婆砸了下去，婆婆体力不支，挣扎几下后就倒在了地上，哭着求陈虎放过自己。这时陈勇才匆匆赶来，一眼就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母亲，大喊一声：妈！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儿子，陈虎手里还拿着带血的砖头。陈勇大骂：你疯了吗？那是你奶奶！陈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养出这样一个恶魔，抬手就要打陈虎。还没碰到陈虎，就被婆婆拽住了裤腿，不要伤害陈虎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婆婆奄奄一息地拽着陈勇，
陈勇蹲下去查看婆婆伤势，陈虎趁机拿着砖头砸向陈勇。婆婆眼尖，一把推开陈勇，自己迎面被砸中，整个脸都变了形。妈！陈勇彻底发疯，从陈虎手里抢过砖头，把陈虎摔在地上，大骂：“你就是个畜生！早知道生你这么个畜生，老子就该在你出生的时候掐死你！”我看着陈勇拿着砖头狠狠砸向陈虎，听到陈虎凄厉的惨叫。随后，警察和救护车赶来，带走了他们祖孙3人。陈勇被抓时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不知道他眼神里想表达什么，也不再感兴趣。后来我听说，婆婆当场死亡，陈虎也因失血过多离世，只剩下陈勇。服刑期间，陈勇多次提出见我，我全部拒绝。我不想再和过去有任何牵扯，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，不该被过去束缚。故事结束了，希望给你带来愉快的感受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点赞，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